Hello，各位观众朋友，早安哈！我是你们的朋友盖茨比。今天呢是我在台湾的第二天行程。那现在早上9点半刚醒来哦，准备要来去吃一个早餐。那我到底会去吃什么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天气今天不是很好哦，阴阴的，希望不要下雨。我点了这个蛋饼，玉米蛋饼跟这个蒸饺。如果你要在台湾点这个玉米蛋饼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加酱油膏跟辣椒酱。那我们来试吃第一口。现在我们来试吃小笼蒸包，可以让那个酱铺那个酱油。大家好，我在这个东门市场，然后呢，稍微逛一下这个东门市场之后呢，我要来去买我的咖啡啊。早上不喝一杯咖啡我是不行。完全感受到这种生活的烟火气，生活的感觉。今天我要来喝这个 Two Shots。点了一个这个冰的桂花拿铁，来试试看。刚刚那个店做有一个新鲜的桂花花瓣，来试一下。非常好喝的拿铁，拿的都是桂花香，前面有微微的桂花香。非常的好咖啡。大家好来到永康街这里，最著名的呢就是这个林东方牛肉面啦。来这边怎么能不吃林东方牛肉面呢？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吃这个小盐田日式料理鳗鱼饭。闻起来是杏桃，它这个是碳烤的味道。现在来先吃，哇！鳗鱼混的山椒，它就多了一点点那个青山料跟鳗鱼的北美程度上面，还有碳水的部分增加多了一个。变得更能烘烤。你有注意到它这个鳗鱼饭下面还有做一个蛋丝哦，这样看来看不到。
一整天，需要补充一点元气。我们来一口吃下这个。 日本进口生蚝，非常新鲜哦。一吃下去之后呢，完全没有任何腥味，就是生蚝的鲜甜味，就是它加了一点点的这个酱跟柠檬配在一起。走出来了啊！刚刚大概吃了528台币啊，我觉得有一点小贵，但是整体来说蛮好吃的啊，推荐啊！现在吃饱喝足了啊，我想要去台北市场逛一下这个书店，然后还有唱片行，待会见。天津街有名的不是天津街，永康街有名的天津葱抓米，然后这边对面呢就是这个有名的冰店啦。这个冰店有一个故事哦，是夫妻吵架离婚之后。 这个好像是老婆在经营的，大家来永康街可以来吃一下这个芒果冰。我的饮料好了，然后走到旁边这个公园，坐下来休息喝一下。Good。 那个越南不是有个巴士会从河道？台北车站。各位观众，这一家家唱片行是我从小一直来到大的一家唱片行。现在来看一下我熟的那个老板到底今天不在。 去逛了一下，然后发现里面居然有宇多田光的这个黑胶唱片啊！我先买了2张专辑，1张单曲，然后呢，先放在这个他们的店里面，在附近逛一逛，待会再回来，然后回去的饭店的时候再给大家看我买了哪些东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盖茨比，没有错，我回来了。相信大家有看到我前几年 PO 的这个开箱 PS5的影片哦，我已经回来美国，继续这个影片的内容呢，跟大家承诺说我要来开箱，我到底在家唱片行买了哪些东西？让我们现在来开箱，我买了哪些东西？然后顺带一提呢，我从台湾回来之后呢，我变成有一个超大、超强光源的一个盖茨比啦，我已经不是这个小圈圈。 我已经不是这个小不拉几圈圈灯具的盖茨比了，我已经有更强的光源了。我们这个人要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YouTuber 呢，就是要有更大的光圈、更强的灯、更强的电源。还不快点按下你的追踪按钮，赶快追踪我的影片跟频道。好，废话不多说，现在开箱我的买的哪些东西。 先开这个好了，苏打绿这个吴青峰上下册的这个演唱会或者是这个表演的专辑，它这个是有云门舞集的这个合作上下册的这个现场的 live 的一个舞台剧的表演，那里面呢有附这个 DVD 跟蓝光光碟，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就到了家唱片行买了这个在美国比较不好买的东西，然后呢接下来有几样东西也是我一个人这个童年的回忆啊，陪伴我青春时期、高中时期长大的歌曲。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宇多田光的这个完全限定生产的这个 First Love 的黑胶唱片，它那个是单曲，那它是有 First Love 跟这个新的初恋 EP 的形式，是有2片的这个黑胶的单曲。那它的正面 A 跟正面 B 呢，都是正面 A 是这个原版的，正面 B 是这个 remix 的版本。 那这个也是完全限定生产的版本哦。第二个买的呢，就是
Deep River 宇多田光的这个深河，这张专辑也是影响了我巨大，也是常常陪伴我在高中时期上下课的时候的一张专辑。然后呢，介绍一下这个歌好了。我自己很喜欢的呢，有这个赛 A 的这个 Traveling， 这个宇多田光在这个 MV 里面扮演这个车长小姐，非常的可爱有活力。然后呢，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这个 Side 3的这个 Usomi Dai na I Love You， 这个非常好听哦，像谎言般的 I Love You， 我爱你。那光呢，更不用说啦，光就是这个大 hit 的这个宇多田光的单曲啦。那还有跟配合这个亡国之心做了一波宣传哦，很多人在玩亡国之心的时候也被这个主题曲深深的感动。那第二张专辑黑胶我买的呢，就是最经典的First Love， 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那 First Love 就不用多说啦，经典不用多讲，就是赞。如果在听日文专辑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这个宇多田光一出道即巅峰，跟这个我们的周杰伦一样，一出道成巅峰。宇多田的话呢，这张 First Love 呢，就是算蛮突破性的一张专辑哦，因为当时在日本的歌坛里面呢，都是流行这种 J-Pop 日风的曲风的这种歌曲。宇多田光因为他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受到这种美国有文化的流行，所以他的歌曲创作也就比较属于洋派一些。所以这张 First Love 呢，就是一张他的这个 R&B 风格非常强烈的一个首张主打专辑哦，非常的棒。当然听过的 N 遍啦，然后大家很耳熟能详的这个 First Love， 当然是必不可少啦，一定要听一下。然后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些歌很好听我觉得很好听的是 Moving On Without You， 或者是 Time Will Tell， 就是 Time Will Tell 我觉得很好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追宇多田或者看他的演唱会哦？再拉一下，这个宇多田当初在要隐退之前，他现在当然已经复出了，重新复出了。但他隐退之前有一场演唱会，他的演唱会最后一首歌就是唱 Time Will Tell， 哇，我真的是看的就是眼泪就是流个不停。反正就是很好听的专辑，推荐。好，以上就是我们在家唱片行了买的3张黑胶跟1张影像专辑。再回到这个影片的最后。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盖茨比 Batman Gatsby。今天呢，是我在台湾旅行的第2天哦。在结束今天旅途的路上，回饭店的路上呢，突然间有一股无名一状的感受涌上。我想要在这段影片的最后面呢，拍这段比较 freestyle， 我其实没有写什么剧本，我稍微想了一下我要讲什么之后，就想要一个比较随性的方式抒发我的感受，比较是感受型的一个这个结语。那在影片的最后呢，在讲这一段心路历程之前呢，我要跟大家打一下预防针我可能会再开另外一集影片，讲一些我从台湾旅游回来之后的这个心得跟感想。那我影片里面在当下的感想呢，就是在第2天的有一种 reverse culture shock 的感觉，就是一个文化冲击。身为一个台湾人，在美国常住之后再回到台湾的一个文化冲击。但是我在影片里面没有讲得非常详细，可能我把它稍微简短一点。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关于这个 reverse culture shock 的感想的话呢，请别忘了继续订阅我的频道咯，继续看下去这个影片吧 ，Let's go。那在最后这一段结语呢，我主要是想分享2件事情。第一件呢比较搞笑一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台湾的按摩店为什么喜欢按得这么大力？为什么 ？Why? Tell me why? Why? 我已经跟按摩师讲了2次，说可能按得太大力，然后我也希望他按小力一点。通常包括这次也是一样，以往去过按摩店的按摩师傅都跟我说。哎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要痛啊，痛才会有效啊！我听他在放屁，就是其实我本身蛮容易淤青的据我所知，淤青就是你的微血管破裂。我当然本身是有一些身体上酸痛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才去看按摩。那我本身不是一个非常喜欢按摩的人，那就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按摩我要澄清一点，我本身不喜欢在台湾按摩，所以我本身当我住在台湾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很及时。我其实没有很常去按摩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按摩师傅都大力出奇迹，好像不把你按死他不甘心好，给大家看一下大概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看到吗 ？Jesus Christ！ 我是去按摩，我不是去 get tortured。我回来之后，我躺也躺不下去，因为实在太痛，很像车祸被打，或者被别人
围殴的那种感觉。不是说要把这家店给它提出来，然后抱怨这家店哦。那我这个现在在讲的这个是比较一个普遍的现象，台湾按摩界普遍的现象哦。如果客人觉得按太大力，为什么你要继续按这么大力呢？是不是有一点变态的成分呢？就想要看客人受苦呢？但是帮我按的那位就是按摩师傅，他真的很用心的在按哦。那我是要给他一个鼓掌，但是对于客人的我来说，我这个钱花下去，并没有得到舒缓的感受，我反而更不舒服。就分享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类似的感受？你在台湾会按摩吗？你喜欢这种按到你全身淤青的这种按摩吗？就当初我在按的时候，那按摩师傅是有问我说啊，调整力道啊，要不要再大力一点呢？要不要再小力一点呢？我是有2度跟他说，哎，我可不可以再小力一点？因为真的有一点太痛。然后他就说，哦，你要在你痛的能忍痛的范围之内忍到就是最痛。这是什么意思？我本身是蛮能忍痛的人哦，当然就是继续咬牙撑下去。边在按摩我的背肌啊，或者是肌肉的时候，就说：“哎，你这里很紧，我都已经痛到我全身紧绷了，怎么可能不紧？”第二点比较认真哦，大家都知道我在前几支影片里面说到，我已经3年半没有回来台湾了。我本身已经住在美国大约11、12年了吧。然后呢，我这次回来真的特别感受的深刻，就是我一下机场我还没有这样的感受哦，一下机场我就觉得就是台湾气味啊，台湾的湿度啊，诸如此类的。但是我今天呢，在做捷运的时候，在逛市场的时候，突然间有一种无名以状的感受涌上，不晓得说用伤感来形容呢，还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就我突然感觉到我变成是一个外国人的感觉。虽然我出生在台湾，也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台语我台语嘛北拜，但是呢，我突然间就觉得，哇，我以前住在台湾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些点。这次回来，我突然间有一种 overwhelming 的感觉 ，too much 的感觉。简单来说，是一种 culture shock。突然间回来台湾，反而有一种 reverse culture shock。除了讲这个之外呢，我之后我接下来的影片呢，也会讲一下台湾的一些我自己回来之后有这种 fresh eye 之后的一些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今天先关注在我本身个人的感受。第一点呢，就是我突然间想起以前小学课本，我不晓得现在国小还没有教这个课本，但是我记得非常深刻哦。那一篇文章的那个内容是这样子的哦，我看我记不记得住。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段故事的整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年轻人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里的村庄去外地打拼，然后等他回家的时候，回乡的时候呢，已经是白发斑斑老人了。他回到他熟悉的这个家园，反而他变得像一个陌生人，像一个外地来的人一样了。然后小朋友很天真啊，看到这个没有看过的大哥哥或爷爷，就问他说：“哎，爷爷啊，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人？”我突然间就是在今天下午搭捷运回来饭店的这个捷运站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股这种感觉莫名的涌上，非常非常的强烈，强烈到我有一种几乎要 panic attack 的感觉。Jesus， 要怎么说起呢？真的是这的感觉真的是太过剧烈了。就是我所经历的一切哦，大家都非常 nice， 服务也非常好，餐厅啊 7-Eleven 的服务都很好。但是我突然间就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对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我已经不是属于台北人了或台湾人了，反而来说，我也不是美国人。这种矛盾的心情就油然而上。这段感受，我就让我想到。我记得李安，他在一次的访问里面也有说到类似的这种感觉哦，他就觉得他自己现在也不是美国人，大家在美国的时候都觉得他是台湾人，那回到台湾的时候呢，他又觉得自己不像台湾人了，就是这种找不到归属感的这种感觉哦。我觉得在常年在海外旅居的游子，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哦。那今天这段影片呢，先抒发一下这一段的感受哦，真的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也很好奇，你如果离开你的家乡，在海外或者是在别的城市或国家打拼，当你再回去你的老家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跟我一样有这种很复杂的心情，还是说你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感觉？就是 Oh my God。
这一切的一切，既是这么的陌生，又是这么的熟悉。我去的店啊，像家唱片行啊，我就觉得事物都还在，但是人都已经变了，这种感觉。这是其中一个感想了。这段影片是有点没有重点，我主要是想抒发我2点这个自己的感想。第一点当然是比较开玩笑的，算是开玩笑，但是我现在是痛爆的状态，痛爆，没有在开玩笑，痛爆 ，Jesus！ 台湾的按摩师傅可以 stop 吗？可以 stop 吗？那按摩师傅也跟我说，哎呀，我当然可以你按轻，我当然想按轻啊，按轻我还比较轻松啦，但是我要你有效啊。God， 但你就是按轻一点，我都已经说我痛爆了，我说可以小力一点吗？还给我继续按，然后小力的大概1分钟，又继续按大力 ，Jesus！ 我还是会去别的按摩，但我可能就会大概跟他们强调10次，我要非常的轻。好了，今天呢就是我总结我第2天在台湾旅游的心情跟去过的地方哦。那你有没有其他在台湾旅游你推荐的景点或者是美食或餐厅希望我去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啊，还是说你现在已经考虑要来台湾玩了？台湾现在已经开放这个旅游跟观光了。再也不需要，现在这个连戴口罩的这个规定也都是移除了。我反而觉得我像是一个 alien， 就是因为美国很早就移除戴口罩的这个禁令了。那我在台湾就是搭捷运的时候啊，餐厅啊、商店的时候，大家都很规矩的，还是有这个保持有这个戴口罩的习惯哦。那所以我如果忘记把口罩戴上，我反而觉得，哎呀 ，I'm look like an alien， I'm complete a foreigner now。然后就戴上去就是 to fit in， 但是这些举动就让我自己个人觉得 I'm no longer am a Taiwanese who I am， 就是有一种我是谁的这种感受涌上。好，总结，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样啦。如果你喜欢这类旅游影片，或者是科技产品开箱、特斯拉的一些 update 或者是更新的相关影片的话呢，请别忘了按赞、订阅加留言，还有别忘了追踪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旅游跟科技开箱影片哦。我是盖茨比，你们的好朋友，下次再见啦，拜拜。